徐老师，陈一中这水平能进专业乐团了吧？炫技，您是不是又喝了？你就算把他看化了，也没用。人看不上咱们，他以为自己是第一世界，你我这种都属于第三世界，你懂不懂？往一边去！干嘛呀？起开！起开！谁呀？徐春燕，徐春燕，你要干嘛？干嘛？你现在想走是吧？就这样。杜小辉，徐老师，撒开！我让你撒开！我告诉你，杜小辉啊，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再敢这样怎么了？啊！再敢这样，你又怎么着你？师姐，过来吧！啊，老实点！啊，去！杜小辉，你住手！徐老师，我去！还手！还手！别喊了，还手！徐老师，快走！撤！走了，走。这肯定不是摔的，是打架了吧？没有，就摔了。哼，谁信啊？我这本来我本来说不出来了吧？一撒谎就圆不回来，就你点伤还想问我妈？真没撒谎。哎呦，你能不能小点声？女孩子家的。我先走了，你慢慢包。你等我一起啊！不等，不想跟你扯上关系。学校的一帮是非精，七嘴八舌的，烦人。走啊！阿姨，我这差不多了。哎呀，别动，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还得缝针呢。赵玉梅，到。薛春燕，薛春燕，薛春燕怎么没来啊？他干嘛去了？陈一中，哦，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不知道啊。李志强，真不知道。王建国，到。程杰，到。张卫东。徐老师，你没事吧？没事儿。昨天谢谢你。别客气。不要炫耀，炫耀只会让外行人觉得你高，内行一耳朵就能听出你的小。哦，
再来一遍。徐老师，你觉得我就这么练有前途吗？怎么了？你爸又打击你了？最近倒是没打击我，最近有点自我怀疑。我听人家说，搞音乐的90%靠的都是天赋，不是靠硬练的。我怕我根本不是那块料。你的资质，努力，进个专业乐团没什么问题。我在你这个年纪，都是当年勇不提了。哟，都在呢。高2、3班女生薛晨燕出事儿了，她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去公安局说吧。你10点1刻到家，谁能证明？我回家的时候，我家楼下那个李奶奶看见我了。一中，哎，回来啦！哎，你是什么时候走的？他们打群架，现场挺乱的，我就先走了。薛春燕也走了？啊，应该是。应该是。你们俩是一起离开的？没有，他先走的，我就赶紧回家了。你跟杜小辉打完架之后，还见过薛春燕吗？没见过了。春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她死了。死了？她怎么死的？是因为谁吧？你说杜小辉不见了，他是去追薛春燕了吗？不要有顾虑，也不用怕。我当时晕过去了，我也没看见。哎，儿子呢？里边。他怎么还没出来啊？啊？怎么回事啊？哎，你别在这儿瞎吵吵。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我相信我儿子。废话，我也相信我儿子。那你相信法律吗？哎呦，你以为你还是审判长呢？你就是一剪头发的。和审判长没关系，这和法律有关系。我们没别的选择。走，下车。哎，走。那不是杜主任他儿子吗？小辉啊，他也有份儿。陈一中，陈一中，你跟他们瞎说什么了你？你跟他们瞎说什么了，陈一中？你这是打击报复！陈一中，你这是打击报复！儿子，怎么回事啊？这是，啊？你这怎么还受伤了？啊？问你话呢。再来一碗。不要了吗？哎呀，2天2夜没吃饭了。你说他们不会再把叶仲给带走吧？难说啊。不过现在嫌疑应该是排除了，他又不在场证明了。哎，徐老师没放出来。什么可能都有啊。不，儿子，要是没看见什么，可别瞎说啊！1条人命啊！2条，凶手抓住了，肯定死刑。陈一中，你给我下来！陈凡，你儿子冤枉我们家小辉，你们赶紧下来，跟我说清楚，快下来！杜主任，你这是？哎，陈一中，干嘛？跟我去公安局解释清楚！冷静，冷静！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公安局。我就相信我儿子是无辜的。走，杜主任，你等会儿，你这样做是在威胁证人的人身安全，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闪开！那爹反杜儿混蛋，都是你教育出来的。走，走！哎呀，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干嘛呀你？你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啊！有本事你到公安局去喊冤去！你是子精软的捏呀你！你个破鞋，投机倒把分子，轮得着你说话吗？废话！进来！我他妈！
厉害，爹厉害。走。法律不会冤枉你儿子的，我也没陷害他。一中啊，你别说，人家骂你你就不吱声，行？人家骂我骂你还不吱声，要你干什么呀？那你想让我怎么样？揍他，跟他对骂？你爸处理的对。妈，哪儿对呀、哪儿对呀？当年杜辉的老婆拉着那么多人欺负你，我爸就不说话，到今天还不吱声。行了，别说了。就你这样，怎么保护我妈？怎么保护这个家？别说了。你们说。那孩子，当年那事儿，他记心里了。他也够委屈的。以后委屈的事情多着呢，在哪儿到哪儿啊？你闭嘴！哎，你说小辉跟徐老师谁更像凶手？我觉得你这陷阱问题我不打。还行。不傻。不能拍，这有意思吗？一点幽默感都没有。2条人命呢，哪来幽默感？不过这小辉他爸，可真是文盲加法盲，那民警肯定不能光听你的，一定还有其他证据。你妈说的对，他就是捡软的捏。你也看出来了吧？真的。我爸这人挨欺负就不吱声，永远这样。我们还说他之前是审判长，你看谁家审判长挨欺负不吱声啊？我才不信呢。陈总，你知道法官吗？你啊，你想学法律？逗你玩的，我说什么都信。你别逗我，肯定是真的，真挺好的，先起来。来，干嘛？来。咱们可定了啊，一起努力，人民政法大学见。神经病吧！我那天就是想到他家楼下再出来，我是真心喜欢他的。说重点。没成想，就刚走到他家附近那个小隧道里，我就听见有人哼了。我凑近了一看，妈呀，就是薛春燕儿。谁呀？
春燕，后脑勺流了一地的血。天儿那么黑，你能看清楚那是血？我拿手摸了一下，胳膊筋上闻了一下。春燕，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扶你起来。春燕，那附近都是石头是什么的？他肯定滑一跤，后脑勺磕在大石头上了。还挺能给自己圆的。后来呢？还干什么了？后来我就去吓跑了。薛春燕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春燕，春燕，春燕。你袖口上有他的血迹和体液，怎么解释？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呢，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是流氓罪，我是流氓罪。那他当时反抗了吗？没有。他反抗过，还挠伤了凶手。手上的抓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春燕挠伤的？说！春燕，春燕别走那么快了，春燕，你听我说两句。春燕，你别看陈一中他现在吹得好，你将来不还得跟他爹一样给人剃头去吗？你总盯着他干嘛？你说你放开我！薛春燕，是他挠的，但是不是我那个。宁静同志，这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的。陈一中，跟我来一下。薛春燕出了这个事儿呢，我是非常的痛心。听说她最近经常和校外的一些社会青年纠缠不清，而且我们还听到了一些其他的传言。你和王老师，我和薛春燕就是普通同学。我知道，你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不会卷进这种事情。我要问的是，什么叫卷进来啊？这种事儿是哪种事儿？王老师，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人家是咎由自取吗？我说过吗？一中，人的命运是由他所有行为的总和决定的。一个女孩子，她至少得自尊自爱，这话没毛病吧？人家怎么就不自尊自爱了？你不要着急，你听我把话说完，行不行？你和徐老师接触的比较多，是不是啊？对。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薛春燕和徐老师他们发生过什么超越师生关系的来往呢？徐老师，啊，我来，来进来吧。不着急，你慢慢的想。没有。没有。这么跟你说吧，徐老师是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没有，我什么都没发现过。蛛丝马迹也没有吗？没有。这个案子不在我手里，就要另外想办法。想办法就要托人，托人就要担风险。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属于泄密，是要受处分的。废话，我就是问你看没看过案卷。哎，那说说呀。那个地方是废墟，晚上又下雨啊。发现尸体的时候呢，现场已经破坏得一塌糊涂。那个杜小辉自己供认了，偷过死者的裤子，衣服上有血迹，手上有抓痕。那也只能证明他猥亵过尸体，并不能证明这人就一定是他杀的呀。那依你看呢？先吃萝卜淡操心，好好剃剃头，啊！你真的认为杜小辉就是真凶啊？新中国建立快30年了，到现在连一部完备的刑法和刑诉法都没有，就连辩护人都是个摆设。我给你透个底啊！现在新的刑法草案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领头的周一普、陈建基。要我说嘛，你就给老周打个招呼嘛，有什么为难啊？不过就一句话嘛，你就调回去了，何必在这里耗着呢？位卑还不敢忘忧国。悲剧，前半生沾沾自喜，后半生一地狼藉。我堂堂一个演奏家，被扔到这么一个烂地方，我叫你们这帮小崽子，我是要给圣乐团演奏的，我是要给中央领导演奏的。你们呀，你们怎么就能相信一个小流氓？你不是说你崇拜我吗？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样？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一样瞧不起我？哎呀，谁没有？听话，锤啊！听话，听话，听话！啊！听话，锤啊！锤呀！你说话，你说话呀！吹儿头，你说话呀！你说话，我不想伤害你的，我不想伤害你，我不想。你真看见什么了吗？要是没看见什么，可别瞎说啊！一条人命呢。2条。凶手抓住了，肯定死刑。陈一中，那是一条人命。2条。你知道就好。那杜小慧再无赖，没杀人就不应该冤死。你怎么知道他没杀人？万一呢？那你大半夜来找我，想说啥？睡吧。不，陈一中。徐老师，
我有件事想当面跟您问清楚。什么？昨天晚上你喝多了，你说你不小心伤害了薛春燕，但是不是故意的，是当时太生气了。所以我想问您，薛春燕的死跟你有关系吗？去吧，举报我，没准还能立功受奖呢，直接保送你到省乐团。我不是那个意思，薛老师，真的，去吧。我不是，万一我跑了呢？下午2点的票。薛老师，杜小辉判的死刑。我是想，如果他不是凶手的话，哪怕有1/1000的几率，我想给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薛老师，我今天来，也想给您一个机会。您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你是谁呀，陈一中？你是救世主吗？我也确实不傻的跟你一样可爱的时候，但可惜的是，那个我早就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跟杜小辉之间必有一个是凶手？没有。我实话告诉你，我跟薛春燕好了半年多了，没有人知道，但除了你，我也确实伤害过他，但不是你想的那种。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我把他送到岔路口。可如果我要是把他送回家，就不会发生那些事儿了。那这些，你跟民警都说过吗？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我得保护自己，我也得给春燕留最后一点尊严和隐私。还有，我不相信法律。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很多搞法律的都不知道。你回家问问你爸爸。什么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哪那么容易啊？去吧。2点之前，你们要是不来抓我，你们就永远都找不到我了。走啊！走啊！哎，同志，我想找一下肖队长。他外出了。哎，您有什么事儿？快点，车子已经来了。要不你晚些时候再来吧。装什么正经人虚张？陶艺红，拉小提琴那个，从楼上跳下来还怀着孕呢。是，你还不知道了吧？啊！去！就让我们走。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我们走。撒手！我自己走。
徐春燕的死跟你有关系吗？预备！2点之前，你们要是不来抓我，你们就永远都找不到我了。我不相信法律。你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吗？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哪那么容易啊？你这是小辉衣服里的，整理遗物时发现的2毛4的零花钱，我留着也没用，留个纪念吧，给你儿子当压岁钱也行。别喝闷酒啦！哎呀，听说呀，杜国英他老婆哭死过去好几次，三人他们家人也不怎么地吧，反正咱们2家呀，这梁子算是接下了。你别想那么多了。庭审他也去了，也知道他儿子的事跟咱们一众没关系，就怕他们迁怒咱们。以后啊。你还有一众，躲着他这2口子走啊！吃饭。一中。您知道什么是疑罪从无吗？疑罪从无，简单说啊，它是从无罪推定的原则中派生出来的，是对被告人人身权利的一种保护。无罪推定啊，杜小辉的案子如果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还能判死刑吗？疑罪从无啊，现阶段还不是我们国家的刑诉法原则。法律也是需要演进的啊，也跳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啊。你能不能别老兜圈子呀？您先吃，吃完咱俩聊一聊。吃。那我去一下。好好说啊。好好说啊。除非你发现了重大的，或者是新的证据，不然的话，公安局不会重启调查，要让法院改判就更不可能了。在徐钊跟你说这些话之前，
你是不是也认为杜小辉就是凶手？对。能够怀疑自己的看法，说出疑罪从无，就很了不起了。那真凶到底是谁也不知道。那一旦杜小辉是冤枉的呢？有许多事情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不能找到确定的答案。正因为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努力，让正确的答案越来越多，才更有价值。去学法律吧，你就不是个吹小号的料。金秋送爽，刚桂飘香，在这充满希望、朝气的美好时节，我们满怀喜悦，迎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一届同学。你们带着青春的理想、家乡的嘱托、求知的热忱，踏入我们美丽的校园，为学校的蓬勃发展。同学，那个法律系怎么走啊？法律系就是这个楼梯上的右边。右边是吧？是，这边啊。没事。同学，你好，我想问一下社会系怎么走？社会系你从这边绕过去，看到一食堂就是了。谢谢啊，谢谢。哎，同学，不好意思问一下，你知道法律系报道在哪儿吗？我就是法律系的。哦，真的？我们系在2楼教室报道。我叫于高远。你好，我叫夏英杰。我帮你拿吧。不是，谢谢谢谢。你是哪一级的？我是跟你。你好。哎，咱法律系怎么走？你也是法律系的？你跟我们走啊！来，我帮你拿。谢谢。对。你叫什么呀？张玉慧。我叫夏英杰。我叫于高远，我跟你们是一级的，我只提前来了2天，帮着迎新。哎，同学，哎，那个法律系在哪儿啊？老是绕一圈的走。2层，我们都是法律系的。啊，你们也是法律系的？哎呀，你叫啥呀？我叫陆泽明。哦，一鸣惊人的一鸣，鸣，我金字旁的鸣。你看。2年前，我国许多领域还无法可依。偌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一部正式的刑法——刑诉法。今年1月实施的这部刑法——刑诉法，我参与编纂的，也算是见证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30几年，整整一代人。就是这部刑法刑诉法，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用1年的时间，可以倒背如流。而本科这么长时间啊，对，有同学说2月，了不起啊！叫什么名字？我叫陆泽明。陆泽明，哎，这个名字好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行，2个月之后，今天是9号，11月9号，还是在这儿。你一倒背，我验收。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目击证人，看你怎么一鸣惊人。来真的呀？他们耳朵这么好使？本科4年的时间，大家准备怎么度过呢？当然是研究法条啊，学习知识。你们还要掌握法律的自由逻辑，养成法律思维，并习惯用它判断事物、认识世界、指导行为。否则的话，就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
大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希望将来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再道别，时光也。花开了又昨夜。